苹果最终确认 iPhone 15使用 USB Type-C 接口，但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随着今年9月份发布 iPhone 15系列产品的日子是越来越近，关于它的设计、规格和尺寸相关信息越来越清晰。今天再把目前关于 iPhone 15系列产品的最新消息重新梳理一遍。尤其是 USB-C， 做过设计的人应该都知道 CAD 文件意味着什么。这里有关 iPhone， 就是可以提供 iPhone 外观的确切规格。在 iPhone 正式发布以前呢，开始生产时，这些 CAD 文件通常也会先发给那些做手机壳的制造商。尺寸无论是大或者小1公分，或者是1毫米，都会影响最终的手机壳产品的是否合适。手机壳制造商有了这些 CAD 文件，就可以开始构建整体的一个外观，确定最终尺寸。当然，有了 CAD 文件，也得到了最终 iPhone 15的渲染图。虽然内部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是无法得知的。但整体外观从 CAD 文件是可以呈现出来的。该文件是6.1英寸的 iPhone 15 Pro， 并不适用于其他 iPhone 15系列产品。来自 9to5Mac 的报道从正面看，和左边的 iPhone 14 Pro 相比，边框尺寸进一步缩小。实际上，当我拿起 iPhone 14 Pro 时边框我觉得已经是很窄了。再缩小20%到30%的话，真就是 amazing 了。动态岛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，而底部就是传言已久的 USB-C 了。我绝对相信苹果有可能会再保留 Lightning 接口1年，因为欧盟的最后期限实际上是到2024年。不过从渲染图看起来，苹果实际上已经开始准备使用 USB-C 了。是的，目前就连最新款的 Apple TV 4K 第3代的遥控器也更换到了 USB-C 的接口。但有消息称，苹果自研了一个 Lightning USB Type-C 的接口 IC， 用在 iPhone 15和 MFI 认证的设备。换而言之， iPhone 15确实换用了 USB Type-C 接口，但是经过了苹果的加密，其他的 USB 线材并不能使用。不过想想也蛮符合苹果一贯的做法，第三方只有交钱认证了。来到侧面，看起来我们也许真的要使用电容式按键了。其实不管是电源开关，还是音量的大小键和静音键，它们真的非常的可靠。至少我用过这么多代的 iPhone， 还从来没有过按键失灵的情况发生。不过可能是我每一代用的时间都不长，但看起来苹果还是想要尽可能的摆脱物理按键。虽然它们非常可靠，但相对于电容式按键，确实有助于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。其实 MacBook 或者是 Magic Trackpad 这种触控板就是电容式，它只是一块玻璃，你施加压力会得到触控反馈，让你有一种在使用物理按键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再来看看镜头，3个镜头的尺寸从直径上看要比之前的大得多。不仅如此，在厚度方面也较前代产品有更多的一个厚度。从左边 iPhone 11 Pro 到中间的 iPhone 14 Pro， 可见 iPhone 15 Pro 镜头更大，更加突出。当然它会不变，就这样，但确实可以进一步改善拍照成像的一个效果。最后再次看看正面，边框的缩小，在 6.1英寸屏幕尺寸不变的情况下， iPhone 15 Pro 的手机尺寸会更小，这点对于我这样手本来就不大的用户来说非常 nice。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，新款 iPhone 15系列就要来到了。我个人大概率会更新换代，毕竟更小的机身尺寸和 USB 接口的改变，确实可以让我更好的使用 iPhone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？我是小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